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先生。大家出來翻牆应該都和我一樣用的是小火箭吧？一開始我用小火箭的時候呢，它有很多的一些弊端。這個弊端包括，我在用小火箭代理上網的時候，這個時候我如果說用國內的一些網站，打開的速度呢會非常的慢，甚至有些網站直接拒絕打開。比如說，我常用的交管12123啊、北京啊，還有一些政府官方的网站，这些网站基本上是連讓你打開都不能打開的。一些国內的網站呢，即使讓你打開，它的速度也非常的慢。我一般這個時候都得把代理關閉，然後再去使用國內的网站，這樣來回的切換呢，非常的麻煩。而且呢，直接用代理，即使国內网站能打開，有些时候我們會下載一些東西啊，上傳一些東西，也導致流量非常的大。所以說呢，我後來用了一套懶人配置規則，這套規則呢就完美的解決了這些弊端。也就是說，我們用国外網站的時候，直接走代理的模式，消耗我们的 VPA 流量就可以了。而走国内的网站的时候，用国内的 APP， 那它直接直连的模式，不消耗我们的 VPA 流量，也不會受到任何的限制，打開的速度呢也非常的快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曾經遇到我這樣的一種煩惱。那麼今天呢，我推薦的這款懶人配置規則呢，非常的簡單，我給大家操作一遍。可能很多人都會啊，但是可能一些小白新手呢，不知道如何去配置。首先大家打開規則配置的這個網址，這個網址呢，我放在說明區了，大家可以自行去打開。打開之後呢，這裡都是對規則的一些介紹，其中規則列表這塊呢，有一些詳細的介紹，就是根據你自己的需求，比如說是否需要去廣告啊，還有一些常用的規則，根據你的情況呢，讓你來了解這些規則應該怎樣去使用。然後在這個表單裡，全部是它已經配置好的這些規則了，這些規則的特點呢，也都寫在這裡。比如說第一個規定代理的網站是被牆的網站，它就會走代理了。正常的網站呢都走直連，就不一一的去講了。其中呢，如果說是懶人配置嘛，那麼我用的就是懶人配置，大家可以根據情況呢去使用。它的使用方法呢，就是打開我們的小火箭，掃描相應規則的二維碼就可以。然後呢，我們也可以呢複製這個鏈接，通過連接下載也可以，兩種方式都很方便的。然後它是斷開重新連接一次，規則就能夠生效了。自動更新呢，這塊就不多講了，這塊都比較簡單，不更新也沒關係。然後呢，再往下翻，這裡就是一條條的規則了。比如說第一個規則是黑名單過濾加廣告，也就是說黑名單中含境外網站中無法訪問的那些，對不確定的網站默認是直連的。然後呢，代理呢走咱被牆的網站，直連呢就正常的網站，同時呢包含了这個廣告過濾這個規則。包括每一個規則它都有詳細的一個講解，然後我們可以去選擇我們需要的規則，然後去配置就可以了。比如說還有這個回國的規則，也就是說我們一直在國外待着，然後有一天回到國內了，那麼就可以選擇這個規則。這些規則的最大特點呢，就能夠根據我們各種不同的情況呢，去選擇不同的規則。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規則呢都配置到小火箭裡，根據不同的情況呢，我們切換相應的規則就可以了。比如說這個懶人配置的規則，不折騰開箱就用嘛，配置非常的簡潔，規則覆蓋範圍很廣。國內外呢常用的 APP 呢單獨的分流，那麼我就用這個懶人配置的規則。那麼還有這種含策略組的懶人配置的規則。其中我們要配置規則最關鍵的就是用這個網址我們複製好到手機裡，我們添加這個網址就可以了，或者說直接用小火箭掃描二維碼也可以。接下來我用手機呢演示一下，那具體是如何配置操作並成功的。首先呢，我們打開我們的小火箭，然後呢點擊配置，點擊右上角的加號，然後我們複製的刚剛的連接
粘貼進去就可以了，點下載，幾秒鐘就下載成功了。然後呢，我们還需要呢把這個配置呢選擇上，也就是說，剛剛我配置的規則是懶人規則嘛，選擇使用配置就可以了。再然後呢，我們還得需要有一步呢，来讓它這個操作生效。默認路由這裡，默認是代理的嘛，這時候我們選擇配置。這種情況下呢，我們的規則配置呢就生效了。我們打開 VPN 就可以瀏覽國外的網站，瀏覽國內的網站呢就可以通過直連的模式，不消耗流量，也不會受打開速度的限制，非常的方便。